关键是我之前还很少买菜，结果很多菜都不认识，被顾客善意的调侃卖菜的不认识菜，我就很无语。还有段经历呢，有点惊悚，让我心里一直有阴影。我跟他说这个时间不对啊，少了，没想到他直接就跟我激动起来了，说我容易吗？我每天要买花搬花，还要培训你们。我当时就傻眼了。有个内幕可以告诉你啊，加油站赚的钱呢，主要来源不是客人加油的钱，而是加油站里卖的商品的钱。Hello， 欢迎回到金香的频道。大家都知道啊，留学生在外求学呢，很大一部分人在读书期间是会去打工赚点零用钱的。那很多工作呢都是体力工作，这其中呢最普遍、最受欢迎的工作呢就是餐厅服务生了，因为不仅有工资呢，还能拿小费。我算算啊，我有6段体力活的工作经验。在加拿大呢，这类工作没有门槛，虽然相对于其他工作工资还是低一些，但发达国家嘛，毕竟货币购买能力强，打工加上父母的补贴，小刘们也能过舒服日子了。我的这几段工作经历呢，也可以供刚来的新移民和留学生做个借鉴。那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呢，是在里贾纳蕊站内的四海中餐厅。当时我在里贾纳读硕士，餐厅的老板娘人超好。我是中午过去打工的，中午餐厅提供自助餐，才10几刀一位。加拿大人工很贵，尤其是厨师，所以老板娘呢是自己亲自操刀去炒菜的。每次呢，我也会自觉主动的提前到一会儿，帮他们剥虾啊、摘四季豆什么的。在看到菜品台里这个哪个菜快吃完的时候呢，要及时告诉老板，他们会赶紧再做出来，以免空盘。午餐结束后呢，我还要吸地、擦桌子以及结账。结账的时候呢，是最开心的，因为可以算这个自己的小费，小费呢是当天可以拿走的。还有一点，在自助餐厅就是打工的好处呢，是客人没吃完的菜品呢，我们可以盛回家当晚饭。在这个餐厅打工呢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冰壶国家队队员跟队长来加拿大打比赛，来到我们这个餐厅吃饭了，人都特别好。后来在新闻上看到他们的照片呢，觉得特别的亲切。在里贾纳的小伙伴呢，要多给四海餐厅捧场哦。我读硕士那会儿呢，还申请过一个大学的奖学金，就是管理学院本科生。如果有学业上的问题呢，会来找我解答。1周做6个小时的班，1个月呢可以拿到500多加币的奖学金。结果整个学期呢，只有3个人过来问过我，大学的钱真好赚啊。还有段经历呢，有点惊悚，让我心里一直有阴影。是在一个电脑店打工啊，当时自己还用模板建立了网站，把电脑配件呢卖到了德国。我在做这份工作之前呢，是完全不会做网站的，所以说人的潜力真是无限大。那惊悚呢，说的不是电脑店工作的事儿惊悚，是在这个公司工作期间呢，我经历了一个跳楼事件，而且这个跳楼事件呢，就发生在离我可能就3、4米的地方。当时有一个男子呢，从我们店的门口的楼梯很大声的跑上来，然后就直接的坐在2楼的天庭的栏杆上向后翻。我当时就震惊了，不敢相信，跟店里的同事呢眼神确认了一下，同事点点头，我比较胆小，没有过去看。后来警察也来了，还拉了警戒线，还有报社记者过来采访。那后来我知道啊，那个男子跳楼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失恋。那他是新移民，刚被女友给甩了，承受不住压力。失恋多大点事儿啊？时间不是治愈失恋的最好的良药吗？有啥想不开的？而且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啊。但是可能吧，这边情况有点特殊，就是新民众来加拿大呢，是需要适应周围的环境、工作以及文化的。那如果这些都还没有适应，就被女友给甩了，可能就是这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。那这件事呢，就给我的心留下了一个挺大的阴影，导致我之后去公司上班呢，都是贴着公司的墙壁进出的，然后再也不敢在那个楼的停车场停车了。具体是哪个楼呢，我就不公开了，不想让你们也有阴影。我还曾在温哥华的丽晶广场的一个菜店当过2天的 cashier 收银员。这个菜店的菜呢是没有2维码的，所有价格都需要我们早上到了菜场用脑子直接记住价格。我知道后就惊呆了，几十种这个菜怎么记价格啊？而且第2天部分菜品的价格又会变化了。关键是我之前还很少买菜，结果很多菜都不认识，被顾客善意的调侃卖菜的不认识菜，我就很无语。所以这份工作呢，我做了2天，老板就把我给开了。但是像大统华里的收银员呢，就很幸福了，因为每个蔬果呢都有自己单独的 code， 那记住 code 就可以了。无论价格怎么变，你 code 输入对了，价格就对了。
不知道丽晶这个菜店现在有没有改进成大董华这样的系统啊？所以你看啊，即使做一个凯士呢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学历再高，不能过目不忘的记住价格，照样做不了这份工作。那么下一个工作呢，就听起来比较浪漫的了。我在一个机场的花店呢做过3个月，工作内容呢包括这个制作花束，就是制作 bouquet 和卖花。那制作花束呢要有自己的审美，还有一定的这个手劲儿。手劲儿的意思呢是，比如果我要做一个含12支玫瑰的花束，那么不是你想那么容易的拿12支玫瑰跟几束满天星放在一起包起来就可以了。你得让12支玫瑰均匀的且稳定的分布在整个的这个花束之间。那么如何摆放花枝呢，就需要一些技巧了。这个呢就是我做过的最好的12支玫瑰的花束，是不是真的超好看？就连老板看了都说 perfect， 然后也是很快就卖出去了。那么在花店工作呢，肯定会遇到一些比较浪漫的客人。有一次一个空姐跟我说她今天过生日，让我给她现场做一个花束。我做好之后，她开心地说，这就是我的生日之花。有一次一个男客人过来买花，他要离开这个城市了，让我做一束花束，并写了一张卡片 Already miss you。 我当时看了觉得他的女朋友好幸运啊，男友刚走就要买束花寄给他，超级浪漫。还有一个男客人啊，就买了1支玫瑰，也没包装，直接插在耳朵上呢，哼着小曲儿就走了。我当时看了感觉到一种野性的美。那花店工作呢看似浪漫，但因为手腕呢总得用力，所以如果长期做呢胳膊会肿。有个同事呢就是每周都要去做按摩，这干啥都不容易啊，这也是我离职的原因之一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老板克扣小时。我跟他说这个时间不对啊，少了，没想到他直接就跟我激动起来了，说我容易吗？我每天要买花搬花，还要培训你们。我当时就傻眼了，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胡搅蛮缠的人，吵不过我还躲不过吗？我就离职了。我还曾在 Husky 加油站工作过，哇，我觉得我这个工作经历真的是太丰富了。我上的是周末2天，6点到12点的早班，大周末的我4点多就得起床，5点多坐上车，提前到达加油站跟夜班的同事交班。有个内幕可以告诉你啊，加油站赚的钱呢，主要来源不是客人加油的钱，而是加油站里卖的商品的钱。我工作的加油站呢，店面还是很大的，售卖各种零食，还有这个烟跟彩票。那如果你想卖彩票呢，还得考一个证书才有资格去卖。BC 省呢，19岁以下呢算是未成年，所以卖彩票跟烟之前呢，你得确保你的客人是超过19岁的。你不确认的话呢，就必须要客人出示 ID。超过19岁的客人呢，被要求查ID的时候呢，其实都很开心的。加油站一般呢都有厕所， Husky 加油站的厕所呢，必须无时无刻的保持非常干净，因为总部呢会派神秘顾客来抽查，会检查你的服务态度以及厕所。我们是不知道神秘顾客什么时候会来的，所以当有客人使用厕所之后呢，我们必须立刻把它打扫干净。如果你很幸运的赶上了抽查，而且抽查结果是满分呢，那么会有100刀的奖励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给一个自助餐厅刷过盘子。我当时可能是太年轻了，给一般点餐的餐厅刷盘子就算了，给自助餐厅刷盘子，那盘子可是一摞一摞的往厨房送啊！我当时都被震惊了，特别后悔。所以这提前分析了解工作的特质呢是很重要的。哦，我记得还有一个桶跟我这个腰一样高，也是要洗的，当时我都快哭了。那有一个同事看到我一个小女生，就说这个工作不是你来做的。最后他也帮了我很多。那第1天虽然超级累啊，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但是当晚呢就跟老板提辞职了，老板痛快的把这个工钱呢用现金给我结了。那我做过的这些工作呢，虽然挺累的啊，也没有给我积累起什么财富，但对于我来说呢，也是人生的一份难得的体验，让我认识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。当时跟我一起在花店打工的一个朋友呢，现在已经是一个奢侈汽车品牌的 business manager 了。那希望这期分享呢，能让你对加拿大这种体力工作大环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跟启发。那你们打工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奇葩事儿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呢，别忘了帮我一键3连，打开通知小铃铛哦。想了解更多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实用生活资讯，那就下期见啦！